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电影频道官宣肖战作品《诛仙》重播，证明好作品的生命力。时光淬炼下的经典，从争议到重播《诛仙》，如何证明好作品的生命力？是的，肖战作品《诛仙》又重播了。电影频道在最新的动态里正式官宣电影正式重温。一部电影反复被重播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在影视行业，一部作品的价值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被真正定义。肖战主演的电影《诛仙》自2019年上映以来，经历了口碑的两极分化、流量的争议，却在数年后凭借反复重播与奖项认可，逐渐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典型案例。这部曾被贴上粉丝电影标签的作品，如何逆风翻盘，最终赢得观众与行业的双重认可？一、争议与票房，流量时代的双刃剑。《诛仙》诞生于肖战因《陈情令》爆红的流量巅峰期，上映首日票房突破 1.42 亿，最终以超4亿的成绩成为中秋档票房冠军。然而，高票房的背后是激烈的争议。原著党批判剧情改编仓促，服化道粗糙，影评人质疑流量绑架票房，甚至将其与上海堡垒相提并论。彼时，大众对流量明星的偏见几乎淹没了对影片本身的客观讨论。但时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。电影频道多次重播《诛仙》，收视率始终稳居前列，证明了其长尾生命力。这背后不仅是肖战个人影响力的延续，更是作品内核的逐渐显现。作为仙侠 IP 影视化的早期尝试，《诛仙》在动作设计、角色塑造上的创新，以及肖战对张小凡从憨厚到黑化的细腻演绎，成为观众反复品味的亮点。二、演技与角色，时间证明的核心价值。肖战在《诛仙》中的表现是作品逆袭的关键。非科班出身的他，以张小凡这一角色展现了极强的共情能力，从草庙村少年的懵懂到魔化时的癫狂，情绪转换层次分明。尤其是黑化片段中，眼神从清澈到狠厉的转变，被日本观众评价为令人惊叹的演技爆发。中国作家协会更在2024年将最佳电影改编奖授予《诛仙》。评委会特别指出其角色刻画圆熟，富有视觉张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诛仙》拍摄时肖战尚属娱乐圈小透明，片酬低廉，却全程不用替身，甚至为角色增肌受伤。这种敬业态度与表演潜力，在后期重播时被更多观众注意并认可。正如影评人所述，流量或许带来偏见，但时间终将淘洗出真正的演员。三、文化输出与市场验证，从本土到国际的认可。《诛仙》的生命力还体现在其文化输出价值。该片登陆日本后，观众反馈远超预期。日本网友评价，剧情虽紧凑，但娱乐性十足，肖战的表演让人信服，甚至呼吁续集。这种跨文化共鸣打破了初期圈钱烂片的刻板印象，也印证了优质演员与类型化叙事的全球吸引力。从市场角度看，《诛仙》的反复重播并非偶然。电影频道选片团队曾公开表示，一部作品若能在不同阶段引发观众讨论，便具备经典潜质。《诛仙》的武侠内核、情感张力以及肖战日益精进的演技，使其成为仙侠题材的试金石。它既记录了流量时代的行业特征，也展现了内容为王的终极法则。诛仙的蜕变之路，恰是影视行业的一面镜子。流量或许能制造短期热度，但只有扎实的表演与经得起推敲的叙事，才能让作品穿越周期。当电影频道的重播画面再次点亮荧幕，当海外观众为张小凡的命运唏嘘，这部曾被争议包裹的作品，终于以时间之力完成了自我证明。正如肖战在采访中所言，角色活在作品里，
而作品活在观众心中。这或许是对经典最生动的诠释。